那看到没？这个软底片一直走到最后，这就是好莱坞的梦。好莱坞的梦是什么？就是一张床啦。这种房子叫做殖民地房。什么叫做殖民地房？大家看一看，有走廊的，有没有看到这个走廊？多年前，我曾造访圣地亚哥当时呢，对这个圣地亚哥呢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啊。但是现在的这个游船，我都没来过啊。拜访圣地亚哥这里所在是淡比狗，它在墨西哥的交界处，再往下就是墨西哥哈。这里的美丽风景，圣地亚哥在美国西南方的底端，一瞥就是墨西哥，所以呢，这里拥有墨西哥城市的感觉。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圣地亚哥地属南加州，这里所在呢，海滩非常的多，治安其实也还不错。美国前10大治安良好的城市，距离拉斯维加斯非常的近啊。而且呢，这里所在有一个重点，就是这里所在，它也曾经你看听到这个名字圣地亚哥 （San Diego）， 你就会知道了哈。这个地方曾经呢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人的聚集地来了解不哈？圣地亚哥这也就是非常多西班牙式的建筑，因为曾经被西班牙统治了将近200年，在被西班牙统治过的国家呢，你都可以看得到圣地亚哥这些这里也有很多道地的墨西哥菜好喝的 tequila 龙舌兰因为墨西哥嘛你知道吧？墨西哥这个地方最厉害的就是什么呢？野菜以前这个所在，因为临近墨西哥，所以呢，在这个边界的地方呢，还可以看得到墨西哥。圣地亚哥，是来到美国，你不会很常来的一个点真的你不会很常来的一个点一般来讲的话，美国拢行美西，旧金山啦、LA 啦，行你就离开啊。你有当时拢袂个对南部继续行落来而且呢，美国5大国家公园呢，在大峡谷后边大峡谷后面，有时候你也不会再往下走，你这大峡谷再往后面走，才能走到其他的峡谷地形，有时候你也不会去所以美西一般市场上拢是背钢，你要行到美西和头不会遐简单你要行到圣地亚哥更加没有那么简单了所以这是美国吸引人的地方那其实呢，美国还可以包含了这个夏威夷一起一并做旅游，那也是不错的那是加赞那圣地亚哥呢，这个地方很多人非常喜欢来度假，除了圣地亚哥全年这个气候，你看这12月份来，大概穿的薄薄代表什么？气温差不多20度，你讲有爽快不全年温和的气候，海湾山，哇，这个气候真棒他们家呢？距离墨西哥呢 Tijuana 这个非常近而墨西哥之旅呢也是非常受到学生欢迎的活动距离只有20迈所以许多学生呢会到墨西哥购物体验当地的文化跟夜生活。那圣地亚哥也是加州的发源地为何呢？因为加州最早发源的时候，美国历史其实没有很长，大家应该要了解到这一点所以呢，当时的圣地亚哥也就是西班牙人呢登陆的一个地方所以以恭喜 California 的发源地呢，第一批居民就住在老镇的历史公园里面。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 Old Town History Park 就住在这个里面。他们家有历史性的古迹可以参观圣地亚哥上盖有名的地方叫做什么？叫做瓦斯登区为什么叫做瓦斯登区呢？你也知道啦，以前呢，最早的时候没什么电会嘛所以呢，以前叫 gas lamp
这个瓦斯灯用这个煤油然后或者是燃油慢慢一路变成那个亚速的它的红线来去点点火。所以这圣地亚哥呢，其实认真要来讲有真侪会使佚佗真侪会使看一个所在包括呢印尼每一档一年一届为期3天的街景他们家举行类似像这个巴西的嘉年华啦，佮包括真侪圣地亚哥真有名动物园佮植物园但这个所在你拢看得到，尤其是伊叫这个真有名闻名世界的海洋世界这个海洋世界也就是在全美最有名的这个杀人鲸的表演OK， 那我们现在呢，一路呢还是继续在圣地亚哥里面呢，看看不同文化的融合，不同种族的融合呢，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文化交融在这个地方。在加州，其实呢有加在这个老墨他们美国人喜欢叫老墨，就是墨西哥人因为这个地方呢也是墨西哥人偷渡首选之一啦。为什么？因为就边境嘛，它这里是边境城市，跟过去20里20里大概多久呢？不远30-40公里而已就到了墨西哥的边境所以这也是墨西哥人投奔美国自由大陆的首选之一。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在自然而然也留下了非常多的墨西哥菜墨西哥的风俗风格。那也因为西班牙的殖民呢，所以来到这边你会忽然间跳痛什么叫跳痛？你也忽然刚刚哇，这个时候咱们是迷宫吗？怎么忽然间出现了像这种西班牙式的建筑风格？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 ，Welcome to the Old Town。这里收藏了得起西班牙最老第一批创立加州的地方。你想看这边这个所有的建筑呢，在老城区，我刚刚所说的，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老城区了。现在在老城区里面所有看到的建筑景色，全部都是西班牙式的 style以前这个时候在马是西班牙登陆，创立加州 California 的登陆，当时他们人们居住的第一个点，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呢，西班牙就从这里来的从这里来的。那当时进来，当然也是把酋长就抓来这个地方希望他来信仰我们西班牙不容易，不容易。是圣地亚哥最早的建筑物，也是他们总督府所在地。这个宅院，我们中国话叫宅院，是他们以前总督住的官府。那每天呢，他会要士兵出去升旗，以及到点要敲钟。这边有个钟楼那这个房子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四合院，有没有发现四合院？那西班牙以及墨西哥最大的特色是中间一定有个喷水池。为什么要喷水池？因为这个以前都是骑马，那一下来的时候，马上就先要喝水。我一直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圣地亚哥旧城区这个所在它带有西班牙的历史呢，就代表了这个地方有非常的多的这种古景点可以看。而且其实当行寒的人我感觉其实你会使当这个什么？当台湾的年底的时阵冬天的时阵来到美国的西部为什么那个气候呢真棒看到雪又不会太冷那尤其是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圣地亚哥的 Old Town， 这个时候才感觉呢非常的复古 Old Style
那融合了非常多不同的元素，像是进入西部牛仔拓荒的世界啦，跟我们墨西哥啦，故乡来的加在建筑物呢，拢是1820年到1872年所留落来这个建筑吼。但这个所在嘛有加在上早是印第安人这个什么族我忘记了的居住地。西班牙人在1542年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在17世纪的时候定居，迫使印第安人必须要离开。1821年的时候，墨西哥战胜了西班牙，但没有多久，1846年就在美国把它并为美国的一州。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什么？看得到西班牙人的建筑，也可以看得到墨西哥人的建筑。历史就是这样，总是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去交错而成。所以，片面改变历史是非常笨的行为，因为没有人能够改变历史。每一天，你每一刻在过的时间，在明天它就变成了历史喽。这样了解吧？这里的旧城区都是1860年代所留下来的。1969年，加州政府把旧城纳为州立公园，公园内有广场、展出、博物馆，跟那个年代所生活的示范。我们现在就在旧城区内哦。前年重新翻修了，你看这个样子，这是最早的这种房子叫做殖民地房。什么叫做殖民地房？大家看一看，有走廊的，有没有看到这个走廊？现在的酒店没有走廊。这个走廊的观念是什么人最早的？中国人。你看皇宫通通都有走廊，为什么？因为会下雨嘛，皇帝总要去运动运动，国事操劳啊。到哪走？到走廊上走，这样懂意思吗？哦，那这就有回廊，看到吗？这个很不容易的。当然不容易啊，所以你注意看哈，进来这里面。你也许你可以感受得到，甚至你去过西班牙啊，你可以看得到西班牙式的建筑。但是当你要进来看到西班牙加上墨西哥这两种就不容易，真不容易哈。这两种建筑风格你要夹杂在一起呢，它就不是非常非常多时候你可以看得到的啊。所以这也只有来到了圣地亚哥这个地方，你看过两个不一样的人呢。两个不一样的民族来统合，才可以看得到。在这里面呢，还包含了可以看得到雪茄，穿着复古的，好像回到18世纪一样的人哦，留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多的墨西哥式的，你看这些就是墨西哥式的，有没有看到？这些就是墨西哥式的这种建筑方式哦，还有西班牙式的风情哦，非常的多。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得到，包括外面的马车啦，包括这个1869年代，刚刚我们看到的 Jackson House 啊，一点变形美沙加饰品嘞哈。这里面呢，也看得到东方吊饰的很多的东西，很多的手工艺品。他们家哇，两种文化哦。
傻傻分不清楚的感觉啊。西班牙跟墨西哥，为什么？毕竟西班牙当时在海上帝国强权时候在14、15世纪之前呢西班牙的这个势力之庞大，横跨了整个欧洲地区。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整个圣地亚哥当时呢，美国啦，还有很多的南美啦，为何都是讲西班牙语因为当时他们都曾经被西班牙统治过，所以这两个文化其实呢，在某个情况上面呢，会有一点点的相像因为毕竟最早的时候是由西班牙人统治这个整个南美大陆还有美国。所以当你来到旧城区的时候，很多的文化当在地久了以后，它就会产生了所谓的在地文化嘛。所以你今晚来到古城区，你得感受到哇，多头前你讲的这个有没有看到欧当圣地亚哥这个最有名的旧城区所以当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哇，整个好像西班牙跟墨西哥的风情呢交杂在这里面让你走入一个好像完全不同国家的感觉。虽然你没有跨境到墨西哥，但是呢，你也可以知道墨西哥的里耶宾亚也非常的相近，再包括墨西哥也曾经占领过、统治过这个地方，当然这个地方它也就拥有了墨西哥的这种感觉现在已经进入了 LA 市区有没有看到这个建筑、这个景色、这个风景不觉得都是金黄色的阳光吗？尤其是我们现在已经来到 LA 的市区，这个市区呢，咱准备要去看啥回看这个 LA 上盖有名的几个所在包括这个星光大道包括中国戏院，包括柯达戏院，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LA 也是恭喜全世界的造梦工厂。为什么说它造梦工厂？其实真正来到这个地方呢，它的名气很大，但是你来到这个时候，在洛杉矶的时候呢，你也干嘛？好像有一种讲不出来的感觉。我可以告诉你，那是什么感觉？那种感觉是什么？那种感觉是，好像没有像梦工厂一般其实呢，应该是说，洛杉矶是所有全世界拍片电影这个魅力是很大的它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拍出很多脍炙人口的电影拢淡洛杉矶，全世界洛杉矶讲第一，无人讲第二人讲米品的对家来那么因为这个所在，因为是这个气候真好一年一季对这个拍片真方便现在这拍片有成本还有什么有时间性你无这个时间性无成本的话这个片不卖座卖不卖座拢控制伫遮，成本的控制真重要。所以真侪制片厂Universal 什么米高梅等等所有全世界上大间的制片厂拢伫洛杉矶，大家嘛一定爱来洛杉矶，所有世界上上顶尖的人才嘛伫洛杉矶。所以来到这你就会看到这其实无像造梦工厂，因为很多呢他们都是搭景就是摄影棚。那这种地方当然呢，你在洛杉矶就看不到，也因为这一些因素，加州温暖的阳光、电影、工业的加持、名人的加持、精品等等所有一切，洛杉矶也就变成了华人圈当中最受欢迎，也是最多华人喜欢来的其中一个景点，甚至是移民的地方。相信所有人对洛杉矶这个所在都不陌生进到洛杉矶，你也会感受到美国城市。它当然跟这个美东纽约啦、Chicago 啦，或者是其他的华盛顿完全不一样的感受。你来到洛杉矶，就有一种自由开放的风气，甚至呢也会看到非常多的华人来到这个地方。而且我相信洛杉矶也是很多人来过很多遍的地方，甚至有很多的亲朋好友、子女们都来这边的移民，对吧？所以这就是我讲的真有名的所在。它也是不容或缺观光景点绝对袂使错过的这个所在。那今晚咱来到这呢，当然有几个景点呢，大名声小景点呢，这几个景点的一定爱来咱今晚现在所来到的这个所在叫做柯达剧院。
这个柯达剧院有什么有名呢？每一档的2月份到3月份，咱们这个所在拢会举办全世界上界有名的电影的大代志——奥斯卡颁奖典礼啊！所以这是一定来到 LA 啊，你也要来看这个造梦工厂每年颁发最棒的地方哦。咱们家柯达戏院呢，这老外就是安尼啊，这真厉害。在那附近呢，弄有这个最大型的停车场哦，停车非常的方便哦。柯达戏院内底每一间的大条顶管拢有装饰每一档奥斯卡最佳影片的片名。有一寡条啊呢，佮属身的留落来啊，哦，看你迄个时阵得奖的时阵，佮来刻起哩哈，全世界上界有名哦，包括呢也红毯啊，包括拍照的热门景点啊，哇，太多了，太多了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颁奖典礼的场地啊，也不是像小巨蛋这样这么大哦，但是这个剧院呢，哇，天哪，每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上亿的在观看的奥斯卡颁奖地点就在这里。就是我们每一年颁奥斯卡金像奖的，叫做柯达剧院，但是柯达公司已经倒掉了。那所有电影里面音响最好的叫做杜比音响 ，Dolby， 所以这个音响公司就接了这个柯达的剧院，这样了解吗？以及大陆的电影也好，因为所有的女明星想要出名，对不起，大陆话叫潜规则，有听过吗？有没有听过潜规则？就是所有的女明星要陪导演睡觉啊！那看到没？这个软底片一直走到最后，这就是好莱坞的梦。好莱坞的梦是什么？就是一张床啦。这里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埃及象形文字呢刻在墙面上啊，为什么？其实我也可以告诉所有人哦，有时候我们在美国看到很多埃及的象形文字呢，代表的是什么？因为呢对老外来讲，埃及的文物啊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宝物啊，他们对埃及文物的着迷啊，对于埃及象形文字、埃及的物品那些人面狮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结晶物品啊。所以，这就是红地毯的所在。所以你当讲的所在，在看到埃及，其实它不一定有历史，但是还是因对这个所在文化的着迷啊。前面就是红地毯的地方啊，红地毯的地方，每一年呢都会有人走上去啊，所有大明星啊。当然，现在我们看不到大明星了，但每年都可以看得到大明星来到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奥斯卡的小金人啊？小金人。那当然，如果有机会进到里面呢，你更可以看得到啊，里面非常漂亮的这个景色。那这里呢，平常呢是不开放的啦啊，除了每年的奥斯卡之外呢，完全呢不做任何的用途，让五级呢。你看哦，这条啊，这里的每一根柱子呢，就是我刚刚讲的每一年的最佳影片，奥斯卡最佳影片呢，就会在这些条啊钉管绣上它的名称哦。那这些条案呢，还有留有很多的条啊，还没有绣哈。那每一根条案呢，上面会一样一样的写上去。哇，尤其是在这外面呢，哇，被 Spider-Man 啊 ，Spider-Man 啊，这个刚刚那个是掏小费吗？啊，一定的啦啊，这外面有很多的造梦工厂所塑造出来的那个电影人物在外面啊。玛丽莲·梦露真正的名字叫做玛丽安·梦露 （Marianne Monroe）。她拍了一个电影叫做《7年之痒》，地铁
把她的裙子吹起来，吹起来，对，然后最经典的。对，就米色的那个洋装，百褶裙，V 字领，然后她就是小明星，第一次拍片就得奖。中国戏院，中国造型的戏院，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就在科大剧院的旁边啊。这个所在嘛是闻名全世界。以前美片内底若要讲到中国的这个景色啊、背景啊，都一定走到中国戏院这个所在来加翕哦。包括伊的涂骹面，伊的涂骹面嘛是吼，伊的涂骹面呢真侪，客又真侪吼。这个大小明星的手印啊，甲伊的签名。当规个涂骹拢看会到，那这个所在嘛是全世界上界有名的所在，星光大道就在中国戏院的门口。节目接近尾声了，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这一次大家的共襄盛举，有人也在支持完，感谢这道所有的人哦，感谢您的支持，让我们能够拍出不一样的美西五大国家公园。